Hi, how are you, Christina? Christina, right? Yes. Okay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I don't know why my GPS shows me as be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. Isn't it? Hmm. How are you today? Yeah, I'm great. How are you? 看到被抓加了引号，大家应该已经知道，这个逮捕和重罪指控呢，并未100%完全核实。但是呢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叫 Livy 的23岁的白人女孩呢，目前确实已经深陷这场法律的纠纷。源于网上的这张逮捕和指控的截图，里面有完整的纽约某市法庭的案件编号。显示呢，在2025年的11月10日，也就是几天之前的这个刀带市送餐女孩，因为在上个月10月12日发生的事件而被逮捕和指控了2项重罪：非法拍摄视频、侵犯隐私罪和网上传播贩卖淫秽物品罪，并且全部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重罪指控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呢，我可以简单说一下事件的经过。Livy 呢，这个女送餐员把客人点的 Wendy's 晚餐送到了客人家门口。不确定 Livy 是自己打开门想把食物放进门里，遵守刀带式送餐的政策，把食物给丢了呢？还是客人房门本身就是半开着的。这个女孩 Livy 呢，看到了她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景象，一个不着寸缕的男人的全部的身体。是躺在沙发上休息的这样的状态。Livy 呢就拿出了她的手机拍摄了这个男人作为证据，自己的眼睛被玷污了。她感觉这个男人呢，因为知道送餐员是个女的，刀带是 App 里面有头像有名字嘛，所以她是故意这么做的。回家以后呢，Livy 就很生气的把这个一丝不挂的男人的视频上传到了他自己的 TikTok 账号，来控诉他的恶行。据说呢，男人的脸和身体，Livy 都没有打码。当然呢，视频一夜之间获得了100万的点击量和无数的留言支持，嗯，肯定也是收获了很多的那个广告费。那直到刀带式的处罚了这个女送餐员，吊销了她的账号，因为她不应该不经过客人同意拍摄传播这种隐私视频。人们的舆论呢也开始逐渐分成了两派，后面发生的一系列呢，我就不再赘述了，大家可以网上查到。在我讲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法，以及如果我遇到了此事我会怎么做之前呢，我想先讲几个我过去7年刀带是 Uber 一送餐、送 Temu 神小包裹，以及开 Uber Lyft 的我亲身遇到过的，我身边认识的其他女司机遇到过的，以及我知道的一些有关美国司机的真实案件。有一个新泽西的女司机呢，是个中国的新移民。她曾经在我家这个城市呢，大白天的时候载过一个皮肤颜色有点深的男客人。这个男客人呢，坐在后座上发出了呻吟声。这个女司机就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个男人，眼神迷离的看着后视镜里的他，表情十分享受，手还在身体的下面。做什么我就不说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懂。然后呢，他就在后视镜里看到他准备解开裤带的时候呢，这个华人女司机呢，就马上把车停在路边，把这个男客人呢毫不客气的赶下车了。之后，这个男客人并没有跟 App 投诉这个女司机拒载，那这个女司机呢，也因为她自己的英语不好，没有打电话跟 App 或者警察起诉这个男乘客。但那之后呢，这个女司机很多天都觉得非常恶心，就不想再开车了。而且也再也不敢在我家这个城市载客了。其实呢，我自己在我家这个城市已经住了整整9年，我还真不知道我这城市会有这种人。我一直都觉得我家附近是挺安全的啊，但是这个女司机呢，她当天呢，因为晚上她跟她自己的男友有约会，所以她下身穿的是超短裙，上身穿的应该是紧身低胸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，但如果我敢穿超短裙开车载客的话呢，我男朋友非得扒掉我一层皮不可。我还有一次呢，送 Temu 包裹是送到新泽西的偏远山区。住在美国比较山林郊区一点的朋友都知道，在山林里的房子呢，离马路边都是有一段距离的，10几米、几十米的都有。而每一个房子的收件信箱呢，永远是远远的矗立在马路边上的。
我们送 Tmall 包裹的公司呢是有明确的政策规定，我们必须要把包裹送到客人的 house 屋子门外拍照，我们这一单才算是完成，才有钱赚。如果我们只是远远的放在信箱里，或者放在信箱旁边拍照的话，我们这一单包裹不但没有钱赚，还可能会被我们的公司处罚。那天呢，也就是下午5、6点左右吧，天刚开始黑一点儿，我就按照我们公司的政策，把 Tmall 的包裹呢越过路边很远的信箱，直接送到了客人的 house 家门外。其实我离那个房子还有大约5、6米远的距离吧，我还没很靠近呢，我就听见狗叫着就冲我就冲过来。接着呢，就是一个几乎没穿衣服的年轻男人。我说几乎呢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敢往他身子下面看。然后呢，他拿着一个猎枪就冲到我下面，I'm sorry，他拿着一把猎枪就冲到我的面前，就开始对我大喊大叫，问我是谁。他说他很害怕，他要报警啥的。说实话，这真的突然把我吓得不轻。然后我说我是送件员，然后等我冷静下来，其实我很难冷静下来，因为那个男的一直挥舞着猎枪，问我是不是盗贼，又说我侵犯了他的领地，等等等等。那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，他应该能很清楚看到我是个女的。那我冷静下来，我就反问他，我说你至于吗？好歹我是女的，你是个男的，还没穿衣服，该害怕的不应该是我吗？他说所有的送信员呢，都是把包裹送到路边的信箱旁。我是有史以来那么多年以来第一个敢靠他房子那么近的邮递员。我不赶紧跟他道歉滚蛋，他就会立马报警。他有枪还指着我，我自然是赶紧滚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冷静下来以后呢，我给我老板打了电话。我老板呢是个华人，年轻男的。我老板就只能安慰我说，必须送到客人屋门口呢，是咱们公司政策，他也没办法，但他可以帮我把这个男人的地址给拉黑。我估计以后呢，这个男顾客就收不到 Tmall 包裹了，这是我猜的呀。我记得我那天回家路上确实是哭了的，当时是觉得心里挺难受的。然后另一个呢，是我看到过的一个美国的真实案件。我其实还是一个我其实还是有过一个讲真实案件的频道。那我的那个有一个视频里，前几天的有一个视频里也讲了，我那个真实案件的 YouTube 频道呢，是我现在这个 YouTube 频道广告收入的10倍，以及我那个频道为什么会被关闭。那么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，也可以去看看我那个视频。这个真实案件是说，有一个美国的送餐员呢，女送餐员。大家知道，美国的街道地址都是分成 West、East 东街和西街。那这个女送餐员呢，不知道是她自己看错了地址，还是叫餐的客人写错了地址。总之，她是送错了地址。当警察接到邻居报警，到达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这个女送餐的员的脸呢，已经被4、5只猎犬咬到了面目全非。后来呢，来清理现场的警员呢，在现场，也就是屋子的门外，发现了数不清的人体肉块和残肢，有一只鞋子里呢，还有他被咬断的脚踝。有个警察当场就吐了。警员说他不是被狗咬，是真的被活生生的被这些狗给吃掉了。可以知道的是，他送错地址的房子当时是没有人在家的，房门没有锁，所以他就按照送餐的政策呢，把这个食物送到房门口拍照。他觉得食物放进房门里可能更加安全，敲门又没有人，敲门的时候门就直接开了个缝，他就索性把食物放了进去。那狗呢就全部跟着他追了出来。最可惜的是呢，最终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起惨案被起诉。被指控，而这个女送餐员呢，是好几个小孩的妈妈，是个单身母亲。我自己呢，也有过这种经历。我有一次送包裹呢，送到新泽西 Paterson 这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城市。有个男的呢，跟他的狗呢，当时在家。当时那男的站在他家屋门口，狗呢站在房子外面，没有拴绳子。那个男的就要求我走过他的猎犬，把包裹亲手递到他的手里。那条狗呢是大型的猎犬 People。那个男的呢，当时就好像看好戏一样的等着我的反应。我当时是直接把包裹呢放在离狗几米远的地方，我转身就走了。那个男的就叫住我，他立即拨打了911，说我盗取了他的包裹，还随便乱扔到街上，是属于联邦重罪，要求警员呢立即来抓我。
这是适合其他几个邻居也都这个时候呢，其他的他几个邻居也都露出头来看着我们，但那些邻居呢都是在笑着看看我的好戏，没有任何人会来帮我。我就在警察赶来之前呢，我就走了。我也是联系了我的华人包裹公司的老板，我老板就说我必须也报警，反过来报警，说他呢用他的狗来威胁到了我的人身安全，否则呢我可能会因为此事而摊上案子。然后我就照我老板说的做了。好了，回到咱们今天的正题啊，抱歉，前面扯远了。如果是我送餐遇到这个男的没穿衣服，我会当做完全没看见，既不会跟倒带式投诉，也不会去拍他的隐私视频。我知道大家觉得我肯定哦，我也不会跟我男友去抱怨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我男友要知道这件事，估计第二天之后都不会，再也不会让我做送餐员了，我就又失业了。我知道大家听我这么说呢，就觉得我肯定又是给华人同胞丢脸了，对不对？但这就是现实。先不说，如果我拍视频时那个男人突然醒了，掏出一把武器对付我怎么办？我如果跟倒带式起诉的话，结局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送餐账号被封掉。毕竟顾客才是上帝，一个司机算啥，对不对？假设我脖子上挂了一部 GoPro 的相机，房门又是本来就是半掩着的，那我的相机呢又自动拍下了这个男人的身体，那我会上传这个视频到我的 YouTube 频，到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大家还是去看一下我另一个视频，讲我另一个真实案件解说频道的，看看黄标到底有多可怕。即使全部打码呢，也一样会被黄标，到时候最后整个 YouTube 频道都会被关闭。那我会拿着这个视频去报警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警察说不定会把我当成是个女登徒子，立即把我抓起来。然后呢，我有问我男友，我说如果你是个 YouTube 司机，有个女乘客呢在后座毫不避讳的脱光内衣换衣服，那你会把这个女乘客赶下车吗？我男友说怎么可能呢？我可以免费看秀，暗自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所以说呢，女司机跟男司机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是一个男司机，那请你留言告诉我，这些事情你会怎么做？因为我真的很好奇。另外呢，我想跟大家讲我送餐遇到过的另外一名顾客。那一次呢是送到一个酒店，那个客人特别强调我必须送餐送到他的酒店的房间号里，把食物亲手递给他。我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。大家知道，一般美国送餐到酒店的都是留在酒店前台的。所以呢，我当时还特意的叮嘱了酒店前台的保安，我说如果我5分钟内不出来的话呢，麻烦他到这一个房间号去看一下我，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。我当时推门，这个酒店房间号我推门进去以后呢，我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中年男人。说句实话，我当时心里是特别愧疚的。他说他非常非常感谢我能把他的食物送到他的房间里面，因为其他的送餐员呢都是很不乐意的。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太客气了。那他当天呢就在送餐的 app 里给了我$50的小费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因为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我当时送餐一整天，其实也就只能赚到$50-60而已。那么希望在海外的送餐司机师傅们呢都能安全上班，希望大家都能每天开心赚大钱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